医生复诊2275名糖尿病患者，研究发现，容易恶化的大多有4习惯。在2年之前，赵大爷在一次身体检查当中被确诊为糖尿病。其实在此之前，他已经感受到了身体的变化，但是当时以为是自己年龄大了，所以才会有种种表现。一拖再拖，以至于糖尿病控制起来难了很多。赵大爷平时又不是一个会约束自己的人，即使是得知了自己患上了糖尿病，有时候也不上心。血糖一直控制的不是很好，又没有积极的采取措施。家里的孩子总是和他说，让他平时多运动运动，这样有助于调节血糖，更好的控制糖尿病。但是赵大爷不听。再一次去做身体检查时，显示糖尿病要严重了很多。如果再继续发展下去的话，出现并发症的概率可是要高很多的。在经过医生的科普之后，赵大爷意识到了这件事情好像确实挺严重的，所以在回家之后积极的改变了个人的习惯。关于控制糖尿病生活中的一些习惯是有很大关系的。有研究发现，容易恶化的糖尿病多数是生活有4大习惯。具体是指哪些习惯呢？1、糖尿病的诱因。糖尿病是现如今很常见的一种慢性疾病，该种疾病是需要接受系统的治疗，并通过日常身体上的管理来进行控制的。然而，很多人并没有搞清楚糖尿病的诱因是什么，以至于自己悄无声息的好像就得了糖尿病。通常糖尿病的诱因有以下几点。在糖尿病的众多诱因当中，人们最熟悉的一个就是饮食。饮食结构出现问题会导致患糖尿病的风险增加。因为糖尿病是有类型的，2型糖尿病并非是一种独立存在的疾病。当长期饮食不当，比如喜欢吃高碳水和高饱和、高脂肪、低纤维的食物，就很容易导致血糖长期波动。在这种情况的推动下，就容易导致患有糖尿病。像很多人饮食不健康是指暴饮暴食，由于饮食造成了肥胖，肥胖又会导致代谢问题，那么出现高血糖导致糖尿病的概率就要比普通人高很多。况且身体其他代谢类型的疾病也会对人的血糖产生影响，所以饮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诱因。对于想要预防和控制糖尿病，饮食也是很重要的一环。而且糖尿病是有家族遗传易感性的，简单点来说就是，如果父母都患有糖尿病，那么子女患上糖尿病的概率相对就会大一些。但是糖尿病又非绝对意义上的遗传，只是携带相关的基因，患病的概率会更高一些。在这方面不用太过于紧张，不然的话受情绪影响，患疾病的概率可能会更高一些。现在有很多疾病的诱因都是情绪，属于最基础的诱因。因为人类绝大部分都是带有感情，感情就意味着有情绪的波动，而情绪分为正面和负面，当负面情绪过多时，比如容易生气、容易紧张，或者是特别容易有压力，就会导致内分泌系统受到影响，从而导致血糖值受到影响。情绪会影响到身体的整个系统，或者是说对各种物质的分泌都会产生影响，从而影响到了胰岛素的分泌，血糖就容易出现问题。一些不好的生活习惯也属于糖尿病的诱因，比如长期熬夜或者是久坐不动等等，这些都是可以人为进行改变的。正是因为可以进行改变，很多人有这些不好的习惯造成的疾病开始逐渐年轻化了。以上就是比较常见的导致糖尿病的原因。而在患上糖尿病之后，如果可以积极的进行控制，该种疾病对生命的威胁就会降低。可是有很多的患者对糖尿病并没有全面的了解，不知道其在严重恶化之后产生并发症对健康和生命会产生多大的威胁，这就导致在患病之后不注意一些习惯，如果这些习惯不改的话，很有可能就会导致糖尿病恶化。2、容易恶化大多有4习惯。因为糖尿病已经成为了一种比较普遍的疾病，这种慢性疾病在控制这方面确实有一定的成果。但是依旧有很多的患者控制的不是很好，这与日常的习惯有关系，所以相关的研究就变得越来越多。有一项研究涉及了2275名糖尿病患者，医生复查之后得出了统一的规律，就是有一些习惯会导致病情恶化，其中就包括以下这4个习惯。1、吃饭特别快。对于老一辈儿的人来说，吃饭是争分夺秒的，
在中国人的思想中，有关于吃饭的速度讲究的是饭要趁热吃，这就导致很多人从小就养成了吃饭快的习惯。然而这个习惯并不是很好，会导致肠胃受到一定的影响，同时也会导致血糖波动比较大。因为在咀嚼的过程中是可以促进消化的，能减轻胃肠的负担。而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说，胰岛功能是有问题的。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还不细嚼慢咽的话，就会导致胰岛细胞分泌的胰岛素不足，以至于血糖一直处于较高的状态。所以吃饭太快就成为了导致糖尿病恶化的一大习惯。一般情况下是建议每一次用餐的时间要在15分钟到30分钟之间，不要小于15分钟。2. 饮食不控制。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说，饮食是非常关键的一环。有很多的糖尿病患者知道自己患病了，确实是对饮食加以控制，但是控制的不是很好。比如没办法不吃馒头或者是米饭，依旧是占饮食主食当中的主体一大部分，从来没想过用粗粮去代替细粮。平时吃的精细粮食对血糖的影响还是挺大的，这是因为其中含有的膳食纤维比较少，同时容易消化，升糖指数较高。而粗粮就不一样了，含有膳食纤维，有降糖、降脂等作用，可以更好的平衡身体的各项指标，又不会增加肠胃的负担。另外，在粗粮当中含有的营养元素相对比较多，可以进行补充，但是又不能将粗粮当作绝对的主食，还是要粗细搭配才可以。3. 不按时吃药。糖尿病是一种日常管理和用药结合才能够更稳定的一种疾病。当然，并不是所有的患者都需要用药，有一些血糖波动较大的人是需要用药物进行控制。然而在生活当中，对于这种慢性病，很多的患者都属于得过且过的状态，没有足够的重视，以至于在吃药上也是没有完全按照医嘱吃。可能在短时间内不会有任何的问题，但是当血糖长时间大幅度升高时，对身体产生的危害就会变大，发生并发症的概率就会有所增加。严重情况下是很容易导致各种器官的病变，对于糖尿病发展到后期的患者来说是极为痛苦的。4. 从不监测血糖。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说，监测自己的血糖并记录下来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而且现在在家里测量血糖是较为容易的事情。如果没有定期测量血糖这一过程，就很有可能达不到糖尿病最佳的治疗效果。尤其是不同的群体对药物的反应是不一样的，所以需要通过定期测量血糖才知道这种药有不有用，是否需要给医生沟通进行药物的更换。以上这4个习惯就是会导致糖尿病恶化的习惯，所以日常生活当中还是要多注意，防止该种疾病不断的恶化，影响到个人的生活质量。现在依旧有很多人不知道自己的血糖已经偏高了，如果不加以控制的话，问题会越来越严重。所以当出现以下这些表现的时候，一定要及时就医，采取相关的措施。3. 血糖高的一些表现。血糖高的一些表现还是比较明显的，比如经常性的皮肤瘙痒。我们的皮肤属于身体最大的器官，所以当出现一些指标性的变化或者是严重的疾病，皮肤都有反应。血糖较高，最常见的皮肤反应就是干燥以及皮肤瘙痒。这种情况并非会特定出现在某一个季节，而是无缘无故的就出现了皮肤瘙痒的问题。这是因为此时身体里的血糖已经过高了，没办法正常的代谢，所以皮肤受到了刺激，出现瘙痒，这也是一种明显的警示信号。第2个明显的表现就是经常会有饥饿感，尤其是在睡觉之前，这种饥饿感会最明显。明明自己刚吃完东西，但是就是感觉饿。这是因为此时身体葡萄糖已经不能被正常的利用和吸收，没有了能量的供应，大脑就需要下达命令传递这种饥饿感，让人进食，从而补充能量。总之，对于一些年龄稍微大的人来说，出现这些症状的时候一定要警惕一些，可能血糖值已经不正常了。总结，作为一种慢性疾病，糖尿病确实是挺折磨人的。可能在刚开始的时候，患者并没觉得对自己的身体生活有什么样的影响，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血糖一直处于超高位的状态，就会导致组织器官受到影响，最终所承受的痛苦会越来越多。所以在得知自己患上糖尿病之后，要积极的进行控制，改掉一些坏习惯，
将血糖稳定下来。